三星的 S-Cover 系列也终于来到台湾啦。S-Cover 这个系列会是三星针对商用市场或是专业需求所推出的产品线。不过，今天邦尼要带大家来看的 S-Cover 6 Pro 就比较接近一般用户的使用情境，像是外送、工地、做室内设计，或是比较常在户外奔波的朋友，会碰到水、碰到粉尘、容易摔到的情境下，就很适合拿来当成工作用机。并且，毕竟是在测3防手机嘛，我们也直接拿着实机进行防水、防尘，以及大家最期待的跌落测试。究竟 S-Cover 6 Pro 的实际表现如何？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既然说是工作用机，那有一个关键字一定不能缺少，那就是耐用。其实今天大家期待的重头戏，就是看邦尼实际拿出 S-Cover 6 Pro 直接摔起来嘛。不过在此之前，邦尼还是简单带大家来看一下3防手机一定会提到的 MIL-STD810H 到底是什么。更偏向消费市场的 S-Cover 6 Pro 主打的一大功能就是3防。S-Cover 6 Pro 符合 MIL-STD810H 的美国军规认证。军规测试到底在测什么呢？邦尼先前有提到过，简单来说，既然要说自己耐用，那肯定需要一个标准来定出级距。而如果要说到耐用性测试的话，美国国防部定出的军用标准，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测试流程。以 S-Cover 6 Pro 通过的 MIL-STD810H 来说，前面的 MIL-STD 代表的就是 Military Standard 军用标准，而后面的810这个项目就会在测试各种环境对于设备的影响。而最后的字母就是代表版本，像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在2008年发表的810G， 更之前的还有 F、E、D、C、B、A 以及最初版。而目前最新的则是2019年的更新版 MIL-STD810H。好，说了这么多，具体来说 MIL-STD810H 的测试项目包含了像是高温、低温、装置都能运作、湿度、沙尘、震动、海拔压力等等。比较特别的像是掩雾，可以测试装置碰到掩雾是否会造成表面涂层或是对电子元件造成影响。另一个是温度冲击，也就是突然的快速温度变化，其实就是各种极端环境下的耐候和功能测试。以三星这一次送测的项目来说 ，S-Cover 6 Pro 就通过了50度到-20度的温度冲击测试，在操作上甚至拉到了71度的高温以及零下20度的2个极端操作环境。在环境测试中，三星也送到了高温80度以及零下40度2个项目，在分别历经2个小时的高低温后，机台依旧能正常运作。还有一个有趣的资讯可以分享，三星也送测了 S-Cover 6 Pro 在运输过程的跌落测试，1.8公尺共26次的跌落完好无损。所以话说回来啊，虽然 MIL-STD810H 的测试非常完整，不过放到现实环境来看，大家容易遇到的就是3个场景：防水、防尘以及防摔。所以邦尼这次还是会放在这3个重点进行实测。大家可以看到 S-Cover 6 Pro 的整个机身设计都相当硬朗，全机的主要材料都是硬塑胶，在侧光上更有着密集的切线设计，在跌落时能够一定程度的减缓冲击。比较特别的是 ，S-Cover 6 Pro 采用的是可拆式背盖设计，并且也可以替换电池。如果长时间在外或是登山、远游的朋友，也可以多带几颗电池直接替换再战。大家比较熟悉可以拆背盖、换电池还有防水的功能，应该是 Galaxy S5， 这样的设计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不过 S-Cover 6 Pro 的整个机身尺寸是比较大的，好在背盖有着密集的线条设计，在手持的时候更贴手，不容易滑掉。此外，这个背盖的表面也有经过特殊处理，可以直接使用酒精溶液擦拭。而在卡槽部分 ，S-Cover 6 Pro 总共可以安装2张 SIM 卡以及1张 microSD 进行扩充。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大家可以看到电池和卡槽的周围有一圈亮面区域，对应的就是背盖上的防水胶条。所以在装回背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所有的卡榫都要压紧。三星为了要做到防水，除了在卡榫数量上更多外，背盖的设计也是非常密合的，所以需要多一些力道才能卡紧。顺带一提，根据官方说明，这个背盖如果经过高强度的跌落时是会自然弹开的。帮你猜测，应该也跟释放撞击力量有一定的关系。像先前也有防摔壳刻意设计弹出式的背盖，用来减缓跌落时的瞬间冲击。不过如果真的弹开，大家一定要记得盖紧就是了。正面部分，三星采用的是目前最佳之选的康宁大猩猩 Victus Plus 玻璃。这个 Plus 版本的 Victus 玻璃，先前有好一阵子都是 S22系列独占，而现在在 S-Cover 6 Pro 上也可以看到了。此外，正面的4边边框也都有稍微凸起，可以让手机跌落时正面不会直接击触到地面。并且大家应该都有发现 ，S-Cover 6 Pro 的正面采用的是一块 LCD，
并且搭配上4周的粗边框，也能够一定程度抵挡手机侧边撞击时直接挤压到 LCD， 造成破裂漏液。或是用 OLED 容易有侧边撞击黑点的问题。不过就是在视觉上，只能说4边皆粗。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块萤幕有2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是萤幕湿掉，有水珠一样可以触控。一般的手机萤幕在触控的时候，如果萤幕上有水，就比较容易遇到失准、乱跳的问题。而 Xcover 6 Pro 在一定程度的水珠影响下是可以正常触控的。第二个则是支援手套模式，而且比较厚一点的机车手套或是工作手套也可以支援。如果是跑外送啦，或是在工地戴着手套的情境下，都会更实用。而在机身配置上 ，Xcover 6 Pro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除了常规的电源以及音量按键外，还有额外2组 Xcover 键，分别在顶部以及左侧2组 Xcover 键。你可以分别设定短按和长按2种功能。像顶部预设的短按就是开启手电筒，而且帮你有发现 Xcover 6 Pro 的手电筒在聚光能力上很强，对比一下 S21 Ultra 的光照强度，就可以简单看到，这个很实用。或你也可以设定长按开启计算机。左侧短按就开启 Uber Eats， 这样在外面跑单的时候就不会在那边手忙脚乱找 App， 按一下就打开平台 App。总而言之就是工作机嘛，所以大家平常常用哪些 App， 就把它设定成 Xcover 键打开的 App。像是室内设计，在客户面前按一下就打开对应的 App， 也是蛮帅的。右侧的电源按键则同样结合了指纹辨识的功能，摸一下就可以解锁进入。当然，脸部辨识也有。如果不方便摸手机的话，也可以用脸部辨识解锁。最后，既然测的是3防手机，那邦尼也来做一些情境模拟测试吧。首先来测防摔，根据官网标示 ，Xcover 6 Pro 可以抵挡 1.5 公尺的跌落，所以邦尼就实测口袋拿出来掉落以及手持掉落这2个比较接近大家日常的情境。这边也说明一下，毕竟做的是跌落测试，不是萤幕耐撞击测试，所以如果大家是要防撞石头、撞碎石地板这种情境的话，其实一张保护贴可能会更有效。它一样会破，但至少可以帮你挡1次的撞击。当然，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欢迎透过非常感谢的功能标示赞助跌落计划，我们就来摔。防摔测试，草地、木板这种情境帮你就不测了，直接测水泥地以及柏油路2个大魔王。我们分别测75公分口袋落下，以及肩高150到160公分左右的跌落。首先测水泥地的75公分跌落。3、2、1。可以看到75公分对 Xcover 6 Pro 来说蛮稳的，机身背面没有明显伤痕。机身的4个角受益于侧框的切线设计，比较明显的擦伤会是左上角的主要受力点。白色的泥会有点卡进去了，稍微擦一下是可以擦掉的。而其他的撞击点看起来都还好，正面没有伤，萤幕也能正常点亮，一切正常。好，我们继续。接着拉到150公分，已经超过平时站着滑手机的高度，但老实说还是有点怕怕的，毕竟机器是跟人家借来的嘛。不行，既然都说了是3防机，这个气势就不能输了。哇，可以看到背盖的确跟官方说的一样，会在吸收撞击力后稍微弹开，但因为卡扣数量很多，不会脱落。最大的受力点在底部的右下角，会有比较明显的撞击痕迹，而其他地方看起来还好，侧框也没有裂开。最重要的是正面，嘿嘿，萤幕一样毫发无伤，触控正常，相机也没有问题。好啦，看起来还行耶，直接魔王关柏油路面了啦。一样先开胃菜，下来75公分。
1。萤幕一样 OK， 触控、相机也都正常。4个角些微新的擦伤，整体来说好像还可以继续哦。最后的魔王关，150公分的柏油路，这个是真的有点怕，毕竟一般你的手机从这个高度掉到柏油路，心里没有悬念，一定破了。好啦，直接来。好，3、2、1。弹开更大了，但还是有扣住。大家可以看到哦，侧边的撞击真的比水泥明显更多，柏油路真的是杀手。看正面，嘿，还真的没事，还好，这个月晚上有着落了。好啦，还是希望大家的手机平平安安，这个时候就不用岁岁平安了。防水测试。这测个水下30分钟的浸泡，没有什么大问题。话说在水下，一样可以用 Xcover 键来开相机跟拍照。防尘测试，泥沙帮您就不测了，我们直接进大魔王木工的墓穴，而且是这么细的墓穴。我们直接把 Xcover 6 Pro 放在扬尘满天的密闭空间10分钟。好，拿出来。外观看起来是真的有点可怕。打开杯盖，有哦，灰尘有被挡在胶条的区域外面。大家这个盖子要盖紧，因为入水和入尘只要在这个封闭胶条以外的区域都是安全没问题的。大家喜欢这次的3防测试吗？邦尼这次真的是尽量测了大家比较在意的部分，也是摔真的，防尘也是玩真的。毕竟收集这么多木屑，哦不对。应该说是木粉，真的是很费呼吸道。最后来看一些比较一般的手机评测吧。首先看到效能部分，虽然这次 Xcover 6 Pro 更偏向商用工作机的定位，不过在整体的规格上，其实还是在中高阶水准上的。采用的是评价非常不错的 Snapdragon 778G， 尤其以各家军规3防手机来说，算是相对高阶的机种。记忆体部分则是搭配6GB 的 RAM 以及128GB 的储存空间，支援最高1TB 的 microSD 扩充。比较特别的是 ，Xcover 6 Pro 定位虽然是中阶，但是居然支援了过去只在旗舰出现的 Samsung DeX 模式，可以透过有线或是无线的方式连接电脑、显示器或是电视，就可以把一些手机变成类似电脑的操作界面，完成一些简单的文书处理。以下帮你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供大家参考。778G 这颗 SoC 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想要看详细解析的朋友，等一下可以观看邦尼的 A5S 这支评测影片，有完整实测。接着，我们就直接来测游戏的实战表现吧。首先是 PUBG， 在 HDR 极限画质下，游戏最高可以跑到40帧。经过连续30分钟左右的游玩后，实测平均帧数落在跑满了39.9帧。虽然说是工作机取向，不过一般游戏也是没问题的。机身温度也不算太高，正面与背面温度分别来到38.1度以及35.8度。接着是效能测试软体原神。邦尼实测在最高画质连续游玩30分钟后 ，Xcover 6 Pro 的平均帧数落在33帧，算是778G 正常的表现。正面温度来到39.3度，背面为37.5度，整体的温度会比 PUBG 再高一点。
而在稳定性部分，邦尼也直接实测 3D Mark Wildlife Stream 的20人压力测试，稳定性达到 99.4%， 温度则是落在35度左右。续航部分 ，Xcover 6 Pro 搭载的是4050毫安时的可拆式电池。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 ，Xcover 6 Pro 在120赫兹下的成绩达到9小时5分，60赫兹的话则是10小时32分。如果是一般外送，当成工作机使用的话，可以切换成60赫兹，换更长的使用时间。接着看到充电部分 ，Xcover 6 Pro 最高居然15瓦充电，30分钟可以充满34%，充满80%需要1小时19分，而完整充满需要耗时2小时1分。整体来说 ，Xcover 6 Pro 的电池容量其实不算特别大，但日常用1天1充没有太大的问题。特殊情境换电池就是快，而在充电速度上就真的不算特别快了。比较特别的是 ，Xcover 6 Pro 拥有 Poco 接孔，如果是企业端购买，可以直接购买专用的充电座，搭配上顶部指示灯，可以快速看到电池是否已经充满。整体来说 ，Xcover 6 Pro 的定位虽然是军规3防手机，但效能表现算是比较惊喜的，在水准之上。以往这类型的产品相对不重视效能，有点你也没有其他选择的感觉。而搭载778G 的 Xcover 6 Pro， 除了可以满足一般日常使用外，重度游戏也不成问题，算是工作机和日常使用比较均衡的选择。接着看到相机部分 ，Xcover 6 Pro 没有战略镜头，采用的是双镜头设计，分别是 f1.8 5000万画素的主镜头，以及 f2.2 800万的超广角镜头，算是比较实用的配置。并且 Xcover 6 Pro 的相机功能也跟三星 A 系列机种相近，并没有因为产品定位而被阉割，包括夜景模式、一键拍录、专业模式，甚至连专业影片模式也有保留，整体的可玩性还是比较足的。以下帮你提供实拍样张供大家参考。最后，我们来看影音娱乐。Xcover 6 Pro 采用的是6.6寸 Full HD Plus 的 PLS LCD 萤幕，萤幕更新率有改到120赫兹。不过受限于 LCD 的特性 ，Xcover 6 Pro 在120赫兹的模式下，快速滑动会有比较明显的残影，但还是比60赫兹顺很多啦。整体的萤幕表现相对中规中矩。亮度部分，邦尼实测在强光下全面亮度带入在400尼特左右，在阳光下使用会比较吃力。不过 LCD 的好处就是在长时间使用下比较没有烙印的问题。此外，邦尼实测 Xcover 6 Pro 比较没有遇到过热降亮度的问题就是了。而在音效上 ，Xcover 6 Pro 采用单喇叭设计，不过倒是有支援 Dolby Atmos。顶部也还有实体的 3.5mm 耳机接孔，可以在连接耳机的时候启用杜比全景声。以下帮你提供一段外放测试供大家参考。整体来说 ，Xcover 6 Pro 就是专为工作用机、手滑者而生。邦尼这一次也直接测了3防，虽然在摔下去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挫，但 Xcover 6 Pro 的确挺下来了。好啦，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